湖南美食旅游图鉴，第一站湖南郴州。气候造就美景，东有吉林雾凇，玉树楚楚，婀娜多姿；下有雾漫小东江，轻纱漫舞，如画如诗。雾漫小东江，全长12公里的小东江，位于东江湖的下游，得益于温差效应，会出现雾漫江山的美景奇观，绝对是拍封面图的好地方。清晨的江面，白云蒙蒙，绿竹丛丛，初升的迷雾遮掩着日光，荡漾的碧水倒映着青山。一夜扁舟渐进，船夫身着红衣，头戴斗笠，遨游于缥缈竞技的人间仙境。原来都是这样拍出来的。懒惰的他破天荒的早起，赶路600里，只为一碗汤色鲜红、辛辣呛口的戚风渡鱼粉。戚风渡这名字的由来，还得追溯到1000年前的三国时代。传凤雏先生投宿七河小镇，因事业不顺而萎靡不振，吃一碗当地鱼粉，辛辣鲜嫩，从此斗志大振，深受皇叔信任。那碗神奇的鱼粉必须得是爽滑的细粉、油亮的红汤、鲜嫩的河鱼、葱香的煎蛋。辣椒可以励志，爱吃辣的绵羊强行解释。鱼粉的辣椒放太多，谨慎的绵羊小口嗦。怎么了？哼。猛嗦几口之后，淡定的绵羊面色尴尬，连长沙妹子都辣到害怕。厚重的辛辣夹着风味的变化，但越辣她越舍不得停下。鱼汤鲜咸，而鱼肉软绵，像浸满辣椒的一边狠出它敏感的舌尖，呛口的红汤扎到喉咙一阵瘙痒，辣到缺氧，却也神清气爽。神经病人的表情不会说谎。好吃，它这个辣还带着鲜，不是那种傻辣子辣，但你吃完之后感觉整个舌头都被针刺破了一样。爱吃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。我点了我们郴州最辣的烧鸡公，又是辣的，微辣，这里摆这么多水。郴州的烧鸡公以辣出名，外地的游客闻鸡丧胆。朋友说一定要点6斤以上的老公鸡，又老又大又入味，30块1斤也不算贵。姜片辛香刺鼻，几块皮脆肉紧，膨胀的绵羊放松了警惕。我去沾点糖。浓郁的辣油浑厚又刚劲，一滴一滴的扎进皮里、肉里、嘴里、胃里，一直冲向绵羊脆弱的心底。好辣，这样的汤汁好辣。厚切的老姜越吃越辣，不停的灌水也难以招架，嘴唇肿大，说不出话，包厢里只剩投个屁吧。第二站湖南长沙。这是一家让绵羊又爱又恨的老牌粉店，爱的是它10多年不变的家常味道，恨的是它10点多就收摊的营业时间。老板，我要个墨鱼炖肉。浇一勺高汤，捞一勺扁粉，盖一勺肉码，添一勺咸菜，端出粉店的大门，坐上低矮的板凳。巴黎人对着大街喝咖啡，长沙人当着马路嗦米粉。就是这个味。宽美的粉条吸饱了晶莹的高汤，油油亮亮，柔柔软软，口感如进食的绸缎一般细嫩滑爽，口味似晒干的海产一般甘醇鲜香。久经炖煮的小块肥肉一抿就散，一嚼就烂，适时腌制的碎小配菜，或咸咸酸酸，或脆脆弹弹，所有的味感都汇作了一团，就连这鲜到极致又飘零爆炸的大碗粉汤，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一饮而光。好像没过到瘾。感叹人生苦短，不如再来一碗。老板还要个轻条的肉饼蛋。第2碗轻条是在粉汤里泡大的弗兰妹子最温柔的克制。绵羊依稀记得，上一次搜光2碗米粉，那还是在上一次。这是一家藏匿在商贸市场角落边的夫妻小店，门头并不打眼，装修堪称极简，但生意却一连火爆了好多年。必点的就是有本地老饕强烈推荐的大碗凉面。哇哦 ，A9996B 色的面条粗粗长长，725637色的麻酱咸咸香香，果然不一般。面条清凉而紧绷，又口感蓬松，麻酱均匀而香浓，却毫不厚重。香菜和蒜末那独特的腥冲，上窜宽阔的鼻孔，下钻狭窄的齿缝，最后渗进了味蕾，蠢蠢欲动。给我吃过最好吃的凉面。
吃完15一碟的凉面，胃口大开，领取58一份的猪排，迫不及待。不似日式猪排那般滑弹和鲜嫩，油炸过后的猪肉口感是恰到好处的酥韧，口味是无与伦比的香醇，满满一层的孜然粉宛如几面咸鲜的微尘，裹住了肥腻的油荤，托起了干爽的酥润，猪肉和猪骨一起啃，孜然和蒜香一口吞，就像身骑精壮的小猪昼夜狂奔，一直奔向新世界的大门。炸猪排多少都带点油，得来盘鸭脚筋爽爽口，鲜辣咸酸柔弹嫩软。酒花的清香缠绕着脚筋的脆爽，再扒一坨糯糯的米饭，爽的绵羊眉眼弯弯。要不是好心的观众点了个赞，他差点就忘了土豆丝咸到黄。土豆丝粗细均匀，根根分明，只是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喜欢吃脆的还是粉的呢？滋味脆。满载着蛋黄的土豆丝，口感依旧清脆，咸鸭蛋如沉默般细碎，却依然弥漫着浓郁的沙瓤风味，清脆与粉润齐飞，淡雅共咸香一味。哎，说多了都是口水，不如直接来看当晚的主菜。这道湘菜做法的狮子头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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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煮了好久，汤汁棕红粘稠，米豆腐嫩黄滑溜。如果怕烫，就先浅尝一口。不像扬州的狮子头追求极致的细腻，长沙的大肉丸满载着市井的随性，淀粉与鲜肉有着粗犷的配比，肥肉与瘦肉都剁成了块状的颗粒，油酥而富有嚼劲，松软又不失弹性，时而窜出一缕猝不及防的辣意，在这米豆腐浑厚而清澈的香气，尖锐有力，循序渐进，辣的绵羊不停喘息，眉闭眼闭。请为他滑稽的表情点一个赞，再奖他一勺米豆腐拌饭作为工伤的补偿。藏在深山中的小院，静谧而宽敞，沐浴着和煦的暖阳，惬意又慵懒。一排排木质的菜单悬挂高墙，一阵阵桂花的清香随风荡漾。这就是本地资深吃货吐着血向绵阳推荐的山野土菜馆，吃的自然是最质朴的本土菜。最先上桌的是188一份的茶油土鸡。所谓洋的不贵土的贵，有没有厉害的同学来帮忙鉴定一下，这究竟是不是土鸡？如果鸡不够土，残暴的绵羊可能会直接生吞掉那只带路的土狗。烫！这鸡腿一定是在人杰地灵的岳麓山脚下自由的嬉戏玩耍，长期的热汗挥洒，才会如此的紧致嫩滑，又毫不塞牙。鸡肉中渗出浑厚的软趴，拨动着绵羊的脸颊。鸡汤上泛起轻盈的油花，展示了绵羊的上巴。它又夹起一根鸡翅中。这鸡翅一定是每天上万次的不停挥舞，反复上述，来回追逐，才会如此肥肥嘟嘟，肉肉乎乎。它轻而易举的脱骨，又无与伦比的滋补，简直土。品尝完茶油 native ham， 第二道菜是猪油 native egg。原来还是个亲子套餐，因为是店家的招牌菜，所以后厨要严格保密，不让拍摄。但绵羊好歹也是个美食博主，只要根据上菜时热油翻滚的温度、鸡蛋松软的嫩度，就不难猜出这是2块油烧热，再打散鸡蛋猛火下锅，通过炒熟的飞速搅拌，才能把蛋黄擂出拉丝的状态。颜色泛棕，因为加了酱油调味，气息微酸，可能滴了米醋解腻。鸡蛋入喉，携带一阵口感饱满滑溜，扑来一团油香异常浓厚，油但不至于死齁，溜但不至于粘稠，应该是刚刚熟透就得立刻出锅。这是怎么了？绵羊不过稍稍抿了一抿，鲜香和鲜香就突然溅起，刺破了厚重的油滴，驱散了成吨的肥腻，淡化的香气循序渐进，米醋的酸劲愈发清晰，在食道的尽头寻寻觅觅，直到偶遇了他们的母亲。一家鸡终于整整齐齐。face你，哎，别急，聪明的绵羊早就做好了科学研究，米饭能够吸油，只要多吃2碗米饭，就可以把油脂统统吸干，不会长胖。之后68一份的牛蹄筋和188一盆的罗氏虾也都是蛋白质，多吃蛋白质，多运动，才能缓解美食博主的工伤。离开橘子洲，这家刚开业几个月的100年老店，是绵阳最要好的朋友们的秘密据点。他们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要拍摄，不要暴露，甚至还给绵阳提供了其他备选，却依然被6亲不认的绵阳选择性无视。观众连点赞都不愿意给，怎么会舍得花钱来吃呢？
这就是店家的金字招牌嫩牛肉。你瞧这牛肉微微泛红，一看就叫人食指大动。朋友说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。呵呵，小时候谁吃得起9块钱一串的牛肉啊？牛肉又嫩又鲜，还超级大片，随着长长的竹签轻划过齿间，肉质的软黏，调料的新鲜，都如愈烧愈旺的熊熊烈焰，温暖着绵羊冰冷的舌尖。第3站，南岳衡山。南岳衡山，让朋友吐着血推荐的人气碎肉粉。外缩粉就不是湖南人，只是筒骨和碎肉，该选哪一个呢？想要一个碎肉加童子骨，早上已经卖完了没有哎？啊，碎肉童子骨，碎肉童子骨，卖完了没有哎？刚到衡阳就出师不利，绵阳的内心慌得一逼。好在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分店。那我现在过来啊。爱吃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，这2家店距离很近，但分店却冷冷清清。人看起来比那边少好多啊，不会不好吃吧？此时的绵阳还有点忐忑，直到听到店家说，粉是经过18道工序制作而成的炸酱米粉，骨是当天现斩现熬的新鲜腿骨，肉是当天现宰现剁的新鲜猪肉，汤是用通过母鸡猪皮熬制而成的飘零高汤。谨慎的绵羊才卸下了防备，猫着老腰小嗦了一口。米粉不似常德圆粉那般黏糯滑嫩，也不似长沙扁粉那般入味极深，它脆中藏着韧，它糙外裹着润，就连绵羊干涸的嘴唇都抿得出米浆细腻的绵唇，却丝毫嚼不出化学的成分。碎肉或不均匀地挂在米粉四周，或均匀地漂浮在高汤之中，每做一口都有肥有瘦，每嗦一口都荤香汹涌，宛如软弹轻柔的开丝米蓉，沉进舌尖，滑入齿缝。像喝粥。再来啃啃小骨头。骨肉吸饱了高汤的醇鲜，如绵羊的体重般沉淀，胶质散发出朦胧的清甜，如绵羊的嘴唇般滑腻。瘦肉的凉气浑然一片，肥美的脂肪若隐若现，一根还只要12块钱。吝啬的绵羊贪婪的炫。哇塞，你这碗就丰盛了。老板看我要太辛苦了。对，但怎么没给我家？心生妒忌的绵羊凶残地把米粉嗦了，狰狞地把骨髓吸干。爱啃筒子骨的女孩爬山一定爬得飞快。南岳衡山位于衡阳的南岳区，最高海拔1300米，吃饱喝足的绵羊一边搀扶着助理缓缓前行，一边不断地为他加油打气。只有1300米，我们又不能飞上去。你管这叫爬山？从半山体爬上去要3个小时，到南天门的话就只要1个小时。主要是我们是想去看日落的，现在1点半了快。轻盈的环保车飞驰，比修正大肠更加蜿蜒的发卡弯道，穿梭在比长卖香菜更葱郁的茂密山林。绵羊感到一阵晕眩，五脏六腑翻江倒海。幸好善良的司机准备了数量充足的呕吐袋，这样的服务堪称无微不至。6点多就可以到啊，有点坚持不了。下车时，绵羊面色苍白，身体摇摇晃摇，但一看到半山的美景，他又立马恢复了元气。在领头羊的领导之下，只经过了不到1小时的徒步，小伙伴们就轻松登顶了祝融峰，并欣赏到了落日时分的霞光浮沉和数不清的人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意犹未尽的绵羊匆匆下山，入住家庭旅馆，早早上床，等待闹铃声响，因为第2天早上3点半，他还要再次爬山观日出景象。什么声音啊 Hello, it's me. 3点。此刻的绵羊虽然很困，但他告诉自己不可以睡；虽然很累，但他告诉自己不可以歇；虽然很饿，但他告诉自己饿了还是可以吃的。饥饿的绵羊只花了15块钱，就买到了一碗几乎没有肉丝的肉丝粉。爱吃的女孩运气果然不差。绵羊一边嗦粉一边恢复能量，而此时的背景正值红霞渐起，朦胧的红晕分割了天地，山林的轮廓也渐渐清晰。忽然，一道温暖的晨光穿透了层层山峦，视线不再昏暗，天空逐渐微蓝。听见一轮橘色的暖阳，犹如刚刚破壳的咸蛋黄，将3000世界全部点亮。
虔诚的绵羊曾面向海边日出许愿，如今在对山间晨光许愿，愿祖国繁荣安定，愿家人无灾无病，愿自己生活如意，愿观众许愿顺利，爱情甜蜜，千字似锦，财源广进。听说南岳许愿很灵，欢迎大家点一个小心心。我们到底是吃微辣、中辣还是特辣嘞？考虑到小伙伴们的安危，体贴的绵羊决定只点个中辣，清淡一点。你闻着汤真香，你看着腿真多。想这口想了好久。蛙肉像奥尼尔的肚皮般肥厚，又像科比的手感般软柔，像戴维斯的眉毛般浓稠，又像哈登的脚步般滑溜。软骨上的些许筋膜，宛如完全动画的牛筋般软糯，肉质中的阵阵鲜浓，好似台风卷起的海浪般磅礴。娘闭着眼静静享受，时不时也会微微摇头，因为一点都不辣，跟清汤锅似的。真度假度。老板，我们再加4斤特辣的。稍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满锅的小米辣，在燃烧的碎木渣上涌进鼻腔爆炸，下潜进食道滋滑，绵羊眼睛眨巴眨巴，绵羊头皮微微发麻，而他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吃辣吗？我要哭。没想到就这一点点微辣，却把同桌的小伙伴们辣哭了。为了大家的安危，贴心的绵羊舀出了所有的辣椒和辣油，用一锅几乎没有辣味的清汤，涮包菜咸香脆爽，涮油条油润绵软，涮鹌鹑蛋鲜嫩 Q 弹，再来一碗泡菜炒饭。米饭又酥又散，泡菜又脆又酸，混合着猪油的醇香，夹杂着锅气的滚烫，美的绵羊发梢飘荡，忘却了长胖，只希望你能点一个赞。